我叫陆明泽，一个在公司当牛做马3年的底层打工人。我唯一的亲人奶奶重病，今晚交不上30万手术费，就得等死。预支提成，陆明泽，你家里那个老不死早该腾位置了，省下那笔医药费，够你买2身像样的西装。陆明泽，你疯了！我可是公司主管。我不就是想预支我自己的提成救命？你不批就算了，还敢当面咒我奶奶？周强，你有种再说一遍！我，保安，保安！再敢提我奶奶一个字，我让你下半辈子在轮椅上过！老子不干了！30万，就算我现在去卖血也来不及了。奶奶，您等我，我一定想办法。前面店门还开着，我去守着。现在哪怕能多赚1块钱也是好的。您好好睡。老板，拿2瓶冰水。好，稍等。什么人？他们看不见，不是除了我，这个世界没人能看见他。一共6块。此等神物，多谢恩公救命。老板，你在跟谁说话？那东西怎么自己飞起来了？大恩不言谢，此物留给恩中防身。别动，双手抱头，呼叫总部，发现不明高能反应，坐标乡村便利店，请求立即武装封锁。能瞬间引爆国家级警报的未知能量。奶奶，您的医药费又着落了，我要拿这个跟大夏做笔买卖。总部支援到了，老板，你最好别乱动。这种阵仗证明这颗石头的价值远超我的想象。就是这个，收起来，把人带走，立刻最高级别隔离审查。别碰我，这东西只有我能弄到，也只有我能和那人沟通。放下高能危险物，双手抱头。刚才出现个大活人，你们的人却像瞎子一样什么都看不见，这说明那个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目前只认我和这家店。那个人满身是血，是我拿1包地球的压缩饼干救了他。他在那边还在被追杀，只要想活命，绝对还会来找我换物资。你们大可以现在就毙了我，硬抢这颗石头，但我一死，这条线就彻底断了。全都退下，把枪放下。年轻人，你想要什么？我上交这条通道，条件有2个：第一，国家出面给我奶奶提供顶级的医疗救治；第二，我要在所有的交易中拿到属于我干股分红，我要能拿到手的利益。可以，我答应你。这是代号昆仑的跨界贸易协议，签了它，你就是大夏最高安全等级的黑金级特邀合伙人。严老，合作愉快。接郡区总医院院长，我是严国安，立刻清特护病房，准备最顶级的设备，不惜一切代价救活即将送到的那位老人。救不活，你们全给我滚蛋！奶奶，你安全了。陆先生，大夏的信誉你很快就会看到，至于你的安全，陆先生，大夏龙牙特种大队雷战，从现在起，盾墙安保小组正式接管您的防务，我们将为您解决所有现实维度的物理威胁。
各单位注意，盾墙防线已建立，方圆3公里列为军事禁区，擅闯者就地控制。我只信白纸黑字的利益捆绑，现在大夏国成了我最硬的后台。陆先生，我们已经安排老看，现在该看你的了。严老放心，既然拿了国家的干股，我绝不掉垫子。又是这里，琉璃长鸣，法器成排，此地明明毫无灵气，却透着大道至简的恐怖威压。恩公，我循着那神物的因果气息拼死重返，这究竟是何方高维秘境？这里是大夏，我是个商人，你可以和我交换你想要的东西。我来自修仙界苍梧界青云宗，上次若非恩公的仙识，我早已死在同门劫杀之中。所以你这次回来是从我这儿换点能保命的底牌。恩公神机妙算，宗门秘境试炼即将开启，那里迷雾重重，那帮人绝不会放过我。求恩公赐我大杀器保命。拿去，这盾牌能扛住你们那边的飞剑。恩公，这只是毫无灵气波动的凡铁啊，这管子又是何物？毫无灵气，敌人才察觉不到你的底牌，这叫现代高分子冶金攻术，没有灵力照样硬扛飞剑。至于这个，你刚才说秘境迷雾重重，这东西能强光破雾，还有一个更阴损的用法，闭眼。这是什么光之法宝？这就是能让敌人瞬间致盲的神技，配上盾牌，足够你在秘境里横着走。神物，果然是神物，多谢恩公。这是我从宗门宝库死命换来的空间石残渣，内含折叠乾坤之法则，望恩公笑纳。折叠乾坤法则，快，连夜送往大夏航天局。陆先生，好消息，军区总医院汇报，老太太的生命体征已经彻底稳定。好，只要奶奶没事就好。但还有个坏消息，您前司的老板周强正在四处托关系，高价悬赏打听您的背景。不急，让他先蹦跶几天。不需要立刻清理吗？不用，等顾瑾在修仙界杀出个结果，我手里的筹码会翻倍。到时候，我要周强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陆明泽，你个缩头乌龟，给我滚出来！这破便利店的地皮，今天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兄弟们，给我砸！陆先生，外面有35只老鼠，请求物理清除。去吧，别弄脏了我的地。这帮人是受您大伯挑唆来的，他说只要赶走您，这块地皮分他们一半。那就让他们在禁闭室里多待一阵子。明白。大夏安全委员会执行公务，全体原地蹲下。拿这破纸吓唬谁呢？兄弟们，给我打！涉嫌刺探并破坏国家特级机密设施，狙击组准备，拒捕者当场格杀。陆先生，处理干净了，您大伯那边我也安排了人盯着。去军区总医院，我要去看奶奶。红旗1号就位，开启特级护送通道。现在，整个国家都在为我奶奶保驾护航。奶奶，您尽管睡，天塌下来，孙子给您顶着。陆先生，航天局急报，空间石残渣成功激活，储物折叠技术实现历史性跨越。严老，技术通了，我要全面开启对修仙界的收割。你的意思是，大夏官方全力支持我，只要贸易稳了，我的钱袋子和奶奶的养老别墅就稳了。国家是你永远的后盾。陆明泽算个屁！等我找关系封了他的店，断了那老不死的药，看他跪不跪下来给老子舔鞋。严老，我不想让任何意外惊扰到我奶奶的修养，不必留情了。不知死活的东西！接审计总署，立刻启动最高响应，对市中心周强的公司执行特殊审计。天亮之前，我要他的资金链、税务底单连根齐起，一片瓦都别给他留。蹲墙1队，封锁周强公司所有出口，准备抓捕。医院的安保交给你，通道监测仪有动静了，我先回电一趟。恩公，顾瑾幸不如命，拼死带回了极品空间原石，求恩公再次保命之法。盾牌没破，你怎么伤成这样？但秘境中敌对弟子太多，
被数人近身死缠，这反帖太过笨重，彻底拖累了飞剑的身法，我险些没能突围。防具太重，导致机动性下降。明白了，我给你看另一个东西。嫌笨重就扔了，换这个。恩公，此物轻如鸿苗，能挡得住飞剑锐气。这叫陶瓷高分子防弹插板，缝进你的道袍内衬里，不仅毫无负重感，还能硬扛穿甲弹。还有这个，这又是何种法宝？大功率战术激光炫目器，专治近身被围攻。遇袭时别跟他们拼剑法，拉开距离，直接晃瞎那些筑基期修士。只要他们看不见你，你的剑就永远比他们快。降维打击，好一个无上大道！多谢恩公赐法，顾瑾定当血洗大比擂台。顾瑾，你个外门学子的废物！秘境里让你侥幸捡了条命，今天大比擂台，我看你往哪儿跑！去死！啊！我的眼睛，这到底是什么邪术？这不可能！你区一个外门废物，毁我眼睛就算了，怎么可能硬扛我的本命飞剑？只要能防住，那就是无上大道。我这诡异的防御手段已经露了底，秘境外水晶前盯着的几个十全长老绝对已经起了杀心，先去找老板交易。大比中场休息，看你这样子围攻破了，怎么看上去比刚才还紧张？露了底，被上面的人盯上了。恩公神机妙算，我刚借强光遁入迷雾脱身，估计秘籍几位长老已经锁定了我，他们绝不会允许一个外门弟子掌握这种未知神物，必定会在最终试炼里杀人夺宝。这是之前得来的大批百年凝血草和培元丹，此二物对反取肉身有生髓盗血、固本培元之奇效，凡人服之可化解百病，延寿数十载。我想用这些提前换能反杀老怪物的底牌。凝血草和培元丹刚好能给我奶奶调理身体，你开的价大下接了。初级防具确实防不住那些老怪物，局势升级，装备也得跟着升。大夏特工施洛西复合装甲衣，比插板更轻，防御力呈指数级上升。至于这个叫高精度红外热成像衣，这黑暗中居然能清晰看到恩骨身上跳动的红黄流光，这是何等瞳术？这能让你在迷雾或者任何障眼战法中看穿一切生命体的流向，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在你眼里就是无所遁形的活靶子。破阵杀敌的无上神机，多谢恩公。你们凭什么查封我的账户？老子上面有人脉，信不信我一个电话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是谁？报案！周强，你涉嫌刺探国家2级机密罪，现在被正式批捕。国家机密？什么国家机密？我就是想整一下陆明泽那个穷光蛋。放开我！我错了。我讨厌被威胁，现在舒服了。陆先生，昊天局捷报，通过你交付的空间石储物折叠技术彻底攻克，第一代昆仑空间方舱成功研发。严老，速度还挺快。那肯定。对了，
我代表昆仑项目组正式授予你大夏战略安全2级贡献勋章，这是为你和老太太扩建的军级疗养别墅门禁，雷战会替你解决所有不长眼的老鼠。陆先生，您的一群远房亲戚正在医院大厅叫嚣，称您非法限制老人自由，正准备强闯特护病房。贪心不足。雷队长，直接送他们去特勤局的禁闭室。今天谁也拦不住我接我妈回乡下！都给我让开！收队，全部押入特勤局禁闭室。陆先生，走廊清理完毕，没有惊动老太太。很好，现在就等顾瑾的消息了。原来全躲在这儿。外门杂碎，拿命来！什么？肉身硬扛我的本命法宝，一丝裂痕都没有。该我了。我的眼睛！你输了。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我的灵力完全无法感知你。这叫大夏的科技。长老，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能瞬间破掉筑基期的护体罡气。此子身上的秘宝，品体深不可测，还能瞬间剥夺高阶修士的视野。立刻宣布他晋升，把他拉进核心圈子。这等神物必须归宗门所有。外门弟子顾瑾，试炼拔得头筹，即刻晋升为内门核心弟子，入主剑灵峰。大夏的装备，就是我在修仙界横着走的底气。报告，昆仑空间方舱完美入轨，空间折叠技术运作正常，实际载荷突破物理学理论上限1万倍。好，大夏的星辰大海彻底打开了。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大夏火箭的体积根本装不下这种质量的载。长官，物理学常识被打破了，他们的禁地轨道出现了一座我们无法理解的空间堡垒。立刻联系国际宇航联事会，大夏在作弊，抗议！我们要抗议！大夏必须公开技术细节，你们这是在进行太空霸权扩张，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来听你们抗议的。大夏正式宣布，全球禁地轨道进入安全管制期。你疯了！你们想独吞禁地轨道？任何未经大夏许可的卫星或航天器升空，都将被视为对大夏领空的武装挑衅。大夏有权将其直接击落。散会。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陆先生，医院那边收网了，这是特勤局禁闭室传回的实时监控。只贪心还是特勤局的手段好用，跳梁小丑永远翻不了身。另外，陆先生，专家组已经将您上次带回的百年凝血草和培元丹完美萃取提栓。老太太昨夜服下药剂后，枯竭的造血机能已经完全恢复，全身器官不仅百病全消，甚至机能逆转到了50岁的健康状态。大夏的医学技术加上异界资源，果然是王炸。陆先生，便利店通道爆了，能量波峰比前2次高出数倍。顾瑾来了，备车，
回店里看顾瑾又带了什么来。恩公赐下的神装，助我横扫大比，我已斩下所有仇敌首级，晋升内门核心。此乃修仙界至宝洗髓丹，可褪去凡胎，重塑根骨。这也是我为恩公准备的谢礼，还有这些矿石。雷战，立刻转调大夏医学专家组。奶奶返老还童的药到了，既然成了核心，怎么身上还有新伤？又遇到了麻烦。宗门高层虽忌惮我的法宝，却也想借刀杀人。他们以试炼为名，将我丢进了常年不见天日的迷雾禁地，逼我去猎杀一头无人敢惹的万年毛兽。那畜生皮糙肉厚，迷雾中更是难辨方位，我的飞剑根本破不了他的防，求恩公再次破甲之法。迷雾遮挡视野，外壳太硬破不了防。明白了，那就换大夏的重火力。这是大夏军工特制的高倍红外弩炮，配有穿甲爆破弹头，这上面的红外双线能无视一切黑暗、迷雾和隐匿阵法。只要那个红点锁定了敌人的心脉，扣下扳机，神仙难救。还有这一整箱的高能野战口粮，足够你在秘境深处耗死任何对手。有了这等大杀器，我必在宗门禁地夺下首功。恩公放心，等我归来，必将修仙界最稀有的灵矿和阵法秘籍双手奉上。光有灵矿不够，我还要你们修仙界修士用的武器。恩公，那些飞剑法宝需要我接的灵气才能催动，大夏没有灵气，拿来也只是一堆废铁啊。废铁？不，在大夏科学院眼里，那是最好的研究物品，别的不用你管，你拿来就行。不管是飞剑、阵盘，哪怕是断裂的法器残骸都可以。只要货到位，我会让你成为大夏跨界军工最核心的 VIP 合伙人。我们用现代科技解析你的法宝，再把武器迭代回你手里。只要大夏不倒，你就有永久的武器。我懂了，哪怕是死人的法宝，我也全给恩公扒回来。发射基地的监测网抓到了几只不安分的苍蝇，严老说正好让您看看大夏新的武器。刚刚交易的东西一起带走。猎鹰小队已突破第一层防线，大夏的空间折叠技术核心就在前方实验室，准备执行破坏和数据窃取程序。严老，货交了，外面的你直接处理了吧。启动定向坍缩陷阱，就地处决。撤退，有埋伏！这种手段真让人有安全感。大夏的武力永远是你两界贸易的保镖，谁动你，谁消失。只要我的利益和家人绝对安全，修仙界的资源我管充。接下来就等顾瑾下一次的交易了。畜生，你的皮再厚，也厚不过大夏的爆破弹头。在热胀相迎面前，你的妖气屏障就是个笑话。一剑就杀了万年妖兽，他的弩上到底附了什么神通？快撤，别让他发现我们。老板要的货够分量了。外门弟子顾瑾逆境大比力斩万年妖兽，拔得头筹，即刻升为真传，入主天剑峰，位列宗门前10。真传？他才入门几年？听说他身上的装备，筑基期都破不了防。有大夏的补剑，区区核心真传，我要拿到宗门的话语权。下一批货得让老板满意。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小陆，
这就是第1代生物抗衰血清的实验药剂。效果数据：端灵重塑率98.7%，细胞活性逆转至巅峰状态的95%，理论上可逆转30年的器官衰老进程。小陆，这东西一旦量产，全球医药的规则以后得由大夏来写。严老，洗髓丹是我从顾瑾手里拿命换来的，没有这颗丹，科学院连解析的样本都没有，所以这支药剂的源头在我手里，没错吧？没错。那我有2个要求：第一，奶奶全球烧发，这个没商量，我当初签昆仑协议就是为了救她的命，签字前就答应过你的。第二，血清的国民定价权我要占1份。定价权？定价太高，稀释版进不了保险，普通人用不起，那最后能用的还是只有有钱人。我穷过，知道这种滋味。这东西既然是从我手上出去的，我想让普通人也用得上，就当是我的条件吧。好，马上签合同。长官，大夏核心实验室出现异常高能级波动，放大对比数据库，这股能量波形和上次大夏攻克空间折叠技术时的异常波形完全吻合。接最高层，大夏很可能即将突破寿命极限技术，存在很大的技术代差。放弃启动沉面者计划，唤醒潜伏在大夏的高级间谍网。天杀的，他们又突破了！长官，这个网络如果被端掉，我们的情报资产将倒退30年。如果大夏的寿命技术进入量产状态，我们就不是倒退30年，是永远沦为2等文明。执行命令。外围无异常。10分钟后揭幕，全球同步直播。西方那边什么反应？罕见的安静，连外交照会都没发，这很不正常。怎么了？外籍律师，他无权绕过特勤督直接提审。外部势力介入了，他们想用你大伯当突破口，这是我们之前预料过的最坏情况。他们让亲戚捅我一刀。严老，血清发布会召开不犯，至于这些老鼠，我亲自端。倒计时，准备揭幕。大伯，哼，我还没找你算账，你自己倒是送上门来了。奶奶搬进别墅1周了，专家组说她现在能自己下床走路，饭量比我还大。雷战，今天就到这儿。能量峰值爆表，是顾瑾的20倍。不是顾瑾，这动静是新的位面。卷帘门拉下来，让外围所有人撤出监测范围，任何人不准靠近。这是哪儿？不是修仙界，这身装备是科技，新位面，新资源，新筹码。这地方怎么会有没被污染的天然食物？刚才还亮的，现在暗了。这东西怕地球的食物。垃圾星的基因崩溃症，全星际的绝症。放射性废料破坏了基因链，没有没被污染的天然食物意志，必死无疑。我在垃圾星找了6年都没找齐1顿饭剂量的干净食物，你这里居然……这店里全是。老板，你这里还有多少？先喝水。我叫陆明泽，你叫什么？从哪儿来？秦昊，诺瓦共和国垃圾星贫民区自由机械师。不，现在是逃犯。仇家追杀，我钻进废弃跨维动传送舱，被随机抛到了这里。意识的能源核心碎了。老板，我需要干净的燃料。你能给我什么？有，你等着。能量手枪一发能打穿3层钛合金。这张芯片里是诺瓦军用外骨骼动力系统的完整图纸，够换你1周的口粮吗？这批货，先稳住你的基因。严老，便利店新位面来了。10分钟到。老板，多谢。小陆，你刚才说新位面是什么？星际时代垃圾星，基因崩溃症患者，这是他的交易物。这把枪的储能蘑菇，够大夏军工追20年。小陆，你又给国家开了一扇门。严老，修仙界给的是延长寿命，星际给的是更快更强的武器。陆先生，
大夏边境监测站紧急报告，3颗西方高分辨率侦察卫星同时变轨，锁定坐标正是本店。3颗交叉锁定，他们是想用三角定位法反算空间变动源。卫星数据确认，北美鹰鹰9号，欧洲伽利略7号，小日子光学8号。接天罚系统战备值班室，从今天起电上空列有24小时全天监控区，任何不明卫星经过，直接启动能量干扰。陆先生，头顶3颗卫星交叉锁定，从今天起，这个店24小时全透明，毫无死角。那就让他们看，看得越多，越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和我们差得有多远。严老，下一批给秦昊的物资加倍，我要这个星际离克变成大夏在星海的第一条线。收到，天罚系统进入倒计时，3颗卫星全部进入同步轨道，交叉覆盖本店坐标。北美那颗已经开始采集能量波动数据了。行了，让天罚保持待命，先别打。我要他们盯着这东西，看着我们手里的牌越来越多。送来的第一批物资：压缩饼干、蔬菜罐头、真空卤牛肉，按您说的数量加了1倍，放那儿。秦昊随时会来。3颗卫星想看，就让他们看个够。这边没什么事了，我先把东西送到军工科学院，72小时内给你答复。陆先生，外骨架单兵负重，现有装备的20倍，那把枪的储能模骨够大夏军工追20年。小陆，合同到你手里了，第一笔军工转化分红，你核对下。这份合同够奶奶用几辈子了，以前1分钱掰成2半花，现在还能给奶奶买按摩椅了。国安那边查过你前司的档案，这3个人都在反谍拆查名单里，账号全部注销。挺好。老板，基因宝匮复发了，他们追了我3个星系。给，赶紧吃。雷战，恒温箱。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微型化图纸和全息拟像 AI 完整核心电码。小陆，可控核聚变，全息 AI，这2样加在一起，能把整个地球的能源和通讯体系掀翻重来。秦昊，你开价，长期天然食物供应，外加能打穿重型机甲的大威力武器。成交，武器下次来拿。陆明泽，这店是陆家祖产，要么交出店面，要么拿500万私了，不然我立刻举报你叛国。不然我现在就举报你叛国！半夜店里头顶直升机的轰鸣，你敢说不是卖国？陆先生，外围抓到4个伪装记者的境外人员，正往店这边靠，身上有隐藏摄像头。严老，陆秀芳带人来抢店，外围有伪装记者，能处理吗？能。二姑，你现在走还来得及。你少吓唬我！我今天就站在这儿。陆秀帆涉嫌刺探国家绝密信息，危害国家安全，依法执行强制措施。陆明泽，你爸是我亲弟弟，你连亲戚都不认了。长辈在世时你就不懂感恩，未尽孝心，如今事业有成，竟然还要苛待至亲，无情相向。你说我不孝？我奶奶躺在那张破床上的时候，你们谁来看过一眼？我凑30万手术费的时候，你们谁拿过1分？这会儿来攀亲缘，你没有资格，出去。你给我记着，我的家人定然不会善罢甘休。国安委红头缉捕令不对公开，你再录，连你一起带走。这里的宅基地档案30年前的，大夏佐土资源部去年的产权登记证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下次带律师来，先把功课做足。这玩意儿比什么基因修复液都好使，老板，下次多带点。从今天起，大夏正式拥有可控核聚变和全型 AI 2项星际级技术。散会。账号都注销了，还能发私信，看来马文才换了新号。要封他号吗？不用，正好留存记录。那个群还在吗？马文才和赵海还在里面发消息，
留着，让他们把能说的话都说出来，我要一次清光。抽空把对方团队旗下所有合作业务全部关填情即可。严老，昆仑科技集团今天挂牌，协议我亲自送过来。3天挂牌，国家资本和技术团队占67%，你以跨界资源唯一引入者身份占33%，签字后自动成为最高级别 VIP 股东。33%听着不少，但大夏以后肯定会引入新的技术合伙人。顾瑾的灵矿阵法，秦昊下次带的武器图纸，我的股权会不会被稀释？不会，这页诗上写死了。将来不管来多少新技术、新合伙人，没你签字，他们分不走你的股权。这是你换来的蛋糕，国家不能让你吃亏。结算规则我要参与制定，已经写在条款里了。另外，集团同时授权管理所有跨界贸易的金融结算。就这些了，我先带回去盖章。西方3个财阀启动最高金汇级别商业间谍网，打探昆仑科技底细，伪装成后勤人员，复制了部分外骨构辅助支架的2代图纸，昨晚出去的，让他拿回去。图纸里技术部门留了3个定向陷阱，谁先仿制，生产线1周内精准自毁。事故原因写成电路图标注制错误，查不到。明白。什么叫底层授权已收回？老子付了3年的钱！马先生，授权协议已终止，服务自今日0时起停止。AI 服务商全停了，3家同时，系统现在是废铁。老马，你看这个，刚弹出来的新闻。底层授权，前2天我们偷查陆明泽底细被警告，理由是危害国家安全，现在系统又被停，同一拨人干的。你是说陆明泽？他一个开便店的怎么可能？该死！国际宇航联盟会禁运，60年前让我们教核技术，现在让我们教空间技术。回去告诉他们，2个字：做梦。小陆没来，陆先生说今晚要核对结算，改天单独请您喝茶。这小子，严老那句话已经传开了。够用。马文才的号码需要封吗？不用，留证据。西方那边12个国家联合签署了一份新能源技术封锁，有关高端轴承、特种钢材、精密仪器3类产品禁止对大夏出口。上次禁运空间方枪，这次禁运零件，那些人还是太闲了。严老那边应该已经在处理了。高端轴承、特种钢材、精密仪器这3样卡组，大夏的新能源产线半年内全部趴窝。上次禁运空间方枪他们挺过来了，这次再加一重。什么时候发的？5分钟前，大夏昆仑科技集团公告，即日起无限期停止向所有参与禁运的国家出口稀土。他们疯了！全球稀土70%是他们供的。不止稀土，公告第2条，大夏已用犬皇 AI 替换了国际金融清算系统的底层数据库，6家银行的核心数据被接管，华尔街交易系统现在每15分钟崩溃一次。快查！他们是怎么接管的？所有技术团队都查了，不是外部入侵，是数据库自己改了权限。备用方案，找替代品。6家银行的核心数据库已经被全息 AI 接管，华尔街那边正在开紧急会议。秦昊给的全息 AI 代码底层逻辑是替换，数据库自己认了新主人，杀毒软件连报警都不会响。多国央行在商量要不要接受3件本币结算。昆仑那边的回复发了吗？发了，用我们的结算系统开能源贸易。挺好。陆先生，马文才那边有动静。马文才把公司最后资金全转到了海外账户，正通过一个加密渠道接触境外黑客。他们要买的东西是大夏被盗窃的 AI 核心技术包，报价300万。300万，他们把公司最后那点钱全砸进去了。要不要拦截？不用，让他们买全套的图纸、代码、训练数据，连操作手册一起买。那批技术包，我早就让秦昊植了一些东西。一个右手食指图标。等他们按下开机键，整个公司会把自己的核心数据全部过时化，然后自动向税务部门发送3年的真实账目。那他们买技术包的钱？那还用说？那就用另外的方式让他充公呗。明泽，你以为躲在那别墅里我就找不着？我告诉你，老太太住哪儿我知道。我要让你后悔动我爸他们。看到没？陆家老宅地契，这是祖宗留下的。
你住的那地方也有我一份。视频是从军区别墅外围3公里发的，他知道老太太的位置。这张地契刚才档案室调了底档，陆家40年前的老宅地契，盖的民国官印，初步核实是真的。他把车停的哪儿？在别墅外围那边，没往里闯，就在那儿举着手机拍。人来了不正好？他偷税漏税可不少。我是陆明泽的亲堂哥，车里就我一个人，我要见我奶奶，你们凭什么拦？请出示通行证。什么通行证？我来看我奶奶还要通行证？你让陆明泽出来！看见没？陆家祖宅地契，我奶奶住的别墅也是陆家的房产，你们这是非法拘禁。陆俊，这是你过去5年偷税漏税的全部账目，侵占村集体财产的签字画押原件，以及你昨天发的那段威胁视频的完整舆情分析报告，涉嫌多项经济犯罪及危害下国安全行为，48小时内到庭。你出击了，还差一步。这次来换东西，5行聚灵阵，宗门珍藏，能聚拢周围灵气，任何法宝摆进阵中都能被灵力催动。低阶灵矿，能炼气也能布阵。我要换能让我在筑基争夺战中一招定胜负的东西。一招定胜负？你的对手是谁？长老亲传被保送成首席的那位。筑基丹就1颗，只有头名能拿。那把红外弩炮够不够？不够，他有护体法宝，弩炮打不穿。那我让人给你拼一台能打穿的。宗门警讯。有长老翻了我的魂灯登记簿，他们发现我每次来回都被登记在同一片区域。他们正在算通道的空间坐标，一旦锁定，执法队会跨界来抓人。理由我都想好了：勾结繁围，泄露宗门机密。还有多久？按他们的推演速度，最多7天。7天够了。严老，来便利店一趟，我们被定位了。魂灯登记簿，每个弟子初出宗门，时间、地点自动记录。我之前太频繁了，已经被注意到了。说具体数据。有长老亲自翻布，按他的推演速度，最多7天就能算出这个坐标。他们查到什么程度了？目前只锁定了大范围，但执法队一旦出动，由筑基后期带队，配3个筑基中期。我见过他们执行任务，普通筑基修士在他们面前撑不过一盏茶。4小时前，我让战略安全委员会做了战力对比，筑基后期修士的防御力和破坏力超过我们现有特种作战力量的极限防御。便利店不能关，只能守。守不是白挨打。既然他迟早要查出来，让他查到的坐标偏一点就行。不仅回去之后，在你魂灯登记地上多记几个外出地点，附近的山头、废弃矿洞和对面。他们推演的时候，这些假坐标应该会把搜索范围往错误方向引。要拖多久？拖到他怀疑数据是假的为止。同时，我需要大侠1周之内把装备拉出来。聚灵阵的能量回路和星际驱动对上，外骨骼不再靠电池，靠灵气驱动。我们叫它灵能辅助引擎。刚在试验场上拉了一辆重型坦克。特种燃烧弹，击中目标后产生持续高温等离子火焰，理论上能烧穿筑基期护体真元。穿上。我执法队真找上门，让他们知道工业化战争。陆先生，有东西顺着顾瑾的空间轨迹摸过来了。锁定那道裂缝，直接给我轰！别让他看见这里的情况。谁竟敢回本做零食啊！老板。刚才用灵石偷看这里的那个长老，被反噬后在闭关室当场吐血死透了。他是背着宗门私下查我的，宗门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死的，我得赶紧回去应付了事。
对面现在群龙无首，还没怀疑到咱们头上。已经被摸到通道口了，大夏不打无准备之仗。从今天起，天罚系统转为全天候战备值班。便利店坐标设为大夏第1优先级火力覆盖区，任何未经授权的跨界能量不用请示，直接打掉。明白。盾墙小组随时就位。这就是顾瑾在筑基大比上重创首席弟子用的手段。他身上那套铁甲喷出的那团邪火，废了保送弟子的法宝，还在元神上留了疤，连药长老都束手无策。现在年轻一辈里都传开了，对上顾瑾非死即伤。那长老刚莫名其妙暴毙，这顾瑾也是邪门的很。顾瑾，你这身古怪行头究竟哪儿来的？回长老，弟子在秘境中死死逃生，误入了一处上古傀儡宗的遗迹。这些都是遗迹里的保命物件，用一件少一件。这是耗尽的云力核心，请长老过目。结构见所未见，确实不似伤势之法，暂且信你，退下吧。是。首长，借助阵法回路，灵能辅助引擎成了。咱们大夏的装备第一次不用烧油，改用灵气驱动了。一台引擎够一整个机械化步兵营跑满48小时。好，干得漂亮！小陆，签字。海岛测试我刚看完，这次的追加分红不按项目算，按领域。大夏所有沾了灵能驱动的军工产业，你都有永久干股。雷战，这些纸就是我和我奶奶的安全底牌。陆先生，是前4那个工作群。听说陆总现在改行做军工了，可惜咱们是老同事，不然我还真想求陆总赏口饭吃。就您那2下子，在村里收破铜烂铁也敢叫军工？这人又签封号吧，我去处理。不急，正愁大夏的科技成果没地方展示，既然老东家赶着凑热闹，那就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总，小心别再把号给封了。雷战，那个群再留几天。陆先生，这帮人嘴太脏了，留着碍眼。不让他们把底牌全打出来，怎么好意过端？让他们先狂一会儿。等着看，老子今天就让你身败名裂！赵海，东西弄好没？他砸显示屏那段监控，我把前面周强骂他奶奶的话全剪了，只留他砸东西的画面，并且已经配上能力极差被错退、暴力毁坏公物被通缉的标签，发到所有行业群和论坛了。好，我看他个村里开小卖部的，拿什么跟我斗？陆先生，他们连您在山里挖煤还债这种谣言都编出来了，现在动手吗？现在抓，他们还以为只是得罪了人，在局子里还得喊冤。马文才这半年偷税的明细，赵海行贿客户的3份银行流水的证据，打包发给特勤局网信处和税务总局。明白。干杯！今天庆祝咱们彻底把陆明泽那个废物踩死在烂泥里。马文才、赵海，你们的名下所有账户已被冻结，你们涉嫌巨额透税、恶意造谣、侵害大夏战略安全人员名誉，全带走。大夏战略安全人员，长官，你们抓错人了吧？他就是个开便利店的。昆仑科技集团今日宣布，全球能源合作伙伴计划正式启动，首批签约国已陆续接入大夏可控核聚变电网。同时，大夏无限期停止稀土出口，第一批灵能辅助装甲驱逐舰即日起列装海军。他背后真的是昆仑科技？算不出来，怎么算都不对，别算了。这不是技术突破，是技术代差。大夏现在的 AI 计算方式根本不是硅基逻辑，哪怕现在把最高级的量子计算机给我们，10年内也追不上大夏的脚后跟了。喂，小李，我给你海外账户打20万，你马上翻墙发微博，就说陆明泽3年前偷了公司的核心代码。快，你哑巴了？赶紧去发呀！马总，发不了了。我刚才试着打出这3个字，后台直接弹出红色警报。陆明泽3个字是全网最高级别敏感词，需要大夏安全委员会的最高授权才能解纵。马总，咱们到底惹了个什么神仙呀？6天了，大夏歇土断供第6天，咱们北美的精密制造巨头全线停产了。
用备用方案找替代品。没有替代品，更要命的是，数据库的底层协议被大夏的全新 AI 无声接管了。你说什么？底库都被人看穿了，咱们存放在私人服务器里的美元，现在根本不受咱们控制。我提议，立刻对大夏实施最严厉的全面制裁。举手表决。你们疯了！你们的电网还在用柴油机，居然帮大夏说话！不好意思，就在1个小时前，大夏刚给我们无偿援助了一批可控核聚变小型电站，我们现在不缺电了。这不是制裁。即日起，全球所有涉及快点！外籍老板说了，今晚就按咱们偷渡。这回真是把天捅漏了。都清理的差不多了，算算时间，下一批物资应该快到了。陆哥，出大事了！怎么回事？追杀我的那个星际财阀，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你们便利店的能量波动特征。他们组建了一支维度狩猎队，目标不是我，是强行撕开你的通道。他们要活捉你，逼你给他们开贸易专线。陆先生，退后！接严老。从垃圾星传回来的这些数据可靠吗？秦昊可信，这条情报线路只用了这一次，他那边就已经接不上了。上次宗门长老是顺着顾景摸过来的，这次他们有专门的探测仪器，2艘重型巡洋舰，6艘高速截击舰。一旦锁定便利店坐标，他们会强行锚定通道，建立永久性跨维度桥头堡。天亮之前，我要拿到完整的作战推演结果。首长，我们把现有净空轨道防御的全部参数都输进去了，不到2成。不能拿2成的把握去赌通道口的安全。把那2颗实验型灵能弹头配到天罚系统上。接天罚控制中心，灵能弹头实战化改装，36小时内完成，装入发射战链。小陆，狩猎队离通道口还有48小时。第1颗被提前引爆了，命中！舰轴结构4化，石洋舰撤出锚定阵位，向月球背面退了。战术目标达成，区域封锁解除。舰队退了，月球半面静默状态，短期内不会再正面冲，保持战备值班就行。这是哪里？又一个新位面。这个世界的魔法光源，稳定的像一颗永恒水晶，好精致透明的杯子。你要这个？在我们那里，能承受高温蒸馏的材质太稀少了。3大炼金塔用的水晶杯，烧一次就裂一次，刻度更是从来有准过。我所在的位面，炼金文明断代了上千年。我们用药碾子和石窖，用陶罐煮沸，每一次的成品率不到3成。你能给我多少这种杯子？我用我身上所有的东西跟你换。高阶生命药水，
我师父去世前留下的最后3支，只要还有一口气，喝下去就能把命拉回来。陆先生，老人家的腰椎劳损是几十年的积累，现有医学手段只能缓解。把库房里所有烧杯全搬出来，去科学院调一套最基础的化学蒸馏操件。我师父用最好的水晶烧了10年，连一支像样都没烧出来。我叫陆明泽，先吃饭，吃完我们慢慢谈。我能换点这种东西吗？瘦了。奶奶，这是一支药水，能治您的腰。那你跟医生说好怎么用，别浪费了。陆先生，您过来看一下。不疼了。陆先生，您奶奶的骨密度和肌肉弹性指标大致相当于40岁出头的健康女性，她的白发从根部开始返青，目前只是早期的色素恢复，但趋势已经很明确了。科学院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今晚连夜做成分解析。小陆，药水里至少含有3种活性因子，我们现有的化学合成路径完全无法复制。第2支药水即交科学院继续做深层解析，所有研究成果优先用于奶奶后续的健康维护方案。明白，这批数据我们会单独建档。严老，条件写在补充协议里。所有基于生命药水衍生的药品，奶奶永远是第一优先使用者，其次是核心科学家团队。已经写好了，你看一眼。大夏明天启动神农国家制药集团筹建程序，7天完成注册和架构搭建，这是我见过最快的速度了。国民定价审核权，这份协议签完，神农制药就正式挂牌。这个定价权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道保险，将来不管谁坐在我这个位置上，都不能绕过你去定药价。这套器皿的工艺超过我们现存所有文献记录。通知所有在会的长老，1小时后开紧急长老会，把这些器皿摆在会议桌上，让每个人看清楚。都看清楚了，这7项实验之前3年推进不了，是容器的问题。今天用这批器皿，3天就做完了。这批器皿的供应方只有1位，在苏洛宁手里。不管哪一塔想拿这批器皿，都必须通过苏洛宁去谈，都同意吗？第1炼金塔的条件，每月30块高纯度储能水晶，有多少器皿我们换多少。器皿的供应方只有1位，你们报的价我会带到，但最终决定权不在我这里。我想用高阶药剂分期支付。这是10块储能水晶，作为意向金，后续我们再谈。3大炼金塔都派了使者，这是需求订单。第3塔先付了10块水晶，说是意向金。地定管和蒸馏装置可以立刻供货，分析斑比需要协调精密仪器厂，周期会长一点。你愿意用什么价格来换？陆先生，大夏边境监测站捉到一道来自月球背面的定向扫描信号，频率特征与秦昊提供的星际财阀舰队串用频率高度吻合。他们还没走，只是换了个方向重新搜索。他们换方向搜，说明暂时还没找到新的突破口，不急。这些水晶我先收下。雷战，
送到精密加工中心做全套性能测试。明白。单块水晶的储能密度是大夏最强固态电池的23倍，充放电循环寿命预估超过4万次，放电曲线极其平稳。4万次。苏洛宁的魔法位面盛产储能水晶，但连一把合金高炉钳都做不出来。秦昊那边，退役机甲合金废料堆成山，但他的垃圾星能源枯竭，供暖都保证不了。顾瑾急需高强度金属锻进器，他上次带来的低阶磷矿还在仓库里堆着。严老，3阶的资源可以互补，苏洛宁有水晶但缺金属。秦昊有金属但缺能源，顾瑾要金属锻法器，而我们有加工能力。你继续说。如果能把3个位面的进出合并成一条闭环，中间每一道工序都算加工利润，比单项交易高得多。你需要什么？精密加工中心的切割机床，军工锻造中心的重熔产线，还有顾瑾那边拍卖行的排期。下午全部批下来。这东西在垃圾星交易市场能卖到你们那边价格的10倍。以后每轮3角贸易走完，帮我单独做一份对账表，3届的进出分开算。分开算？对，每一届的投入和出独立陈列，差价一目了然，这样下轮调货心里更有数。陆哥，拍卖会出事了。说，戚风风主亲自检查了那把合金飞剑胚，他拿着那块剑胚在密室里用玄光镜照了整整1夜。今早他当着几位长老的面说了，这种合金的杂质分布方式和冷锻纹路，不是上古遗宝的工艺特征，他判断是反复熔炼的再生金属。已经要求戚风对我所有外售法器进行全面来源追溯。修仙界这一侧，后续所有的合金采购合同被暂停了。那5吨合金废料怎么处理？暂时转入战略储备库存。苏洛宁的玻璃器皿订单继续供货，水晶的切割封装排期不变。陆哥，佣兵团刚打完据点保卫战，300人，虫族先遣队连续冲了6波，现在能站着的不到80个，基因崩溃症复发率接近40%。压缩饼干和蔬菜罐头能稳定基因，但在战场上需要等半个钟头才成效，我的人没那个时间等。你要能在战场上快速绩效的东西，有吗？这是用修仙界的百年凝血草和培元丹残渣萃取提炼的，单支10分钟内完成全能量补给，附带基因链临时修复，能让你的人在战场上多撑几个小时。这东西在星际黑市上1支就能换1艘轻型截击舰，你给我多少？80支。交易方式按分期交割，首批20支先急救用。条件1，你那边需要交出星际战舰底层动力驱动程序与全弧隐匿技术的完整代码。条件2，后续60支按救回的佣兵人数结算，每救回1人，佣兵团为我免费执行1次星际运输任务。动力驱动代码和隐匿技术代码下次带给你。那80个人还在战壕里等着。陆哥，等我把人都带回来，请你喝酒。陆先生，大夏军工部的信号接收器突然跳变，是秦昊送的一段画面。陆先生，这怪物的体型，一整个星球都是他的孵化场。难怪星际财阀都要跑，秦昊他们是在拿命填这种无底洞。
陆哥，母巢的动静虽然吓人，但我们把先遣队死死挡回去了。你给的药神了，80个快死的兄弟，打完浓缩液15分钟，第7波冲锋，虫族扔下200具尸体退了，我们0伤亡。恭喜，我要的东西呢？早发过去了，这玩意儿奇效比星际军用的快4倍，还没副作用。星舰底层动力驱动和隐匿技术的代码全在压缩包里。起飞了吗？怎么屏幕上什么都没有？首长，已经飞出去300公里了，底层架构完全不在现有的推进理论里，是引力场操控。首飞全频段隐身突缠，战机在雷达上留下的反射信号，比一只飞鸟还小。好，大夏的空天，以后没人能拦。小陆，这枚章对外不公开，但大夏欠你的账，每一笔都记着。严老，只要我家人安稳，合作长久。龙牙退役特种大队24小时轮值。陆先生，老太太的安全从现在起是我的命。这是跨时代的代差，大夏的新战机隐身原理直接废了我们的雷达。隐形战机算个屁！你们看这最后一行，这上面写着失踪的探测器传回的根本不是太空坐标，大夏那帮人连长生的密码都摸到了。眼红就来明抢，打着全人类健康权的幌子，要我们强制共享洗髓血清的完整配方。如果不交出配方，我们将联合13个国家在联合国发起强制投票，大夏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制裁。严老，他们这次来势汹汹，外交压力空前巨大，我们要不要稍微周旋一下？周旋个屁！给我原话回绝！神农集团的应用产品仅限大夏公民与1级战略合伙国，我倒要看看谁敢把手举起来。对了，找小陆他手里随便漏点没用的边角料，就足够买下那帮穷国所有的选票。陆先生，距离联合国投票还有不到24小时，这13个提案国正在疯狂拉拢那些发展中国家，情况很不乐观。拉拢？投票？那就让他们见识见识大夏的拉票方式。这是给老太太用的那个？给奶奶用的原液边角料，有效浓度被我稀释到了1/20的抗衰低破版。立刻安排，给那30个摇摆的发展中国家，每家免费送1批。哼，让他们的高层好好尝尝，拿了我的好处，我看明天的大会上，谁敢给我举手赞成？提案居然被否决了，他们到底拿了大夏什么好处？部长，出大事了！神农集团刚才发布了全球官方通知，大夏又干什么了？大夏官方通报，因为我们的不友好政策，把我们国家3大制药巨头的年度抗衰口业配额永久削减到0，1滴都不给了。完了，全完了！咱们3大企业的股价已经连续熔断3次了，市场恐慌抛售，彻底崩盘了。别说了，给我准备辞职信。出事了！怎么了？提案国那帮疯狗恼羞成怒，在咱们临海线外投放了大量未知的深水浮标，释放了针对性的诡异声波干扰。首长，现在演习编队离临海线只剩12海里了，这明显是在逼咱们开火。开火？那就给他们借口大做文章。严老，不用打，吓死他们就行。那2架刚装了星际动力系统的隐形机，可以拉出来见见光了。说得对，传我命令，不准还击，不准拦截，派2架昆仑1号，给我贴着他们来个大的。大夏这回怂了，雷达上干净的像刚擦过一样。他们估计竟正忙着这修那些炸掉的柜子呢。上帝，那是什么？雷达显示了什么？报告，搜索雷达火控红外探测全是空的，刚才掠过去的是幽灵。陆先生，刚收到的消息，那支联合编队4个小时前已经全线撤离，演习提前取消。意料之中，只要雷达是瞎的，他们就不敢拿自己的命上拍多。神农集团的订单在2个小时内翻了3倍，全是在疯抢抗衰口服液的。
之前联名提案想明抢，现在被隐形机吓醒了，就开始排队买命。告诉外事办，号召照发，但价格再加1倍。部长，别再痴心妄想追踪那架飞机了，它的原理涉及我们目前完全无法解释的物理机制。15年，你刚才在报告里告诉我要15年才能追上，那是最乐观的估计，而且根据我破解出来残油数据，大夏那架飞机表现出的底层逻辑，根本不是地球文明能搞出来的产物，他们到底怎么弄出来的？陆先生，神农集团的海外销售后台彻底瘫痪了，开放订购不到1周，全在疯抢抗衰口服剂液的配额。我没记错的话，上周在联合国联名提案想搞垮咱们的，也就是这帮人吧？哼，就是他们带头的那位北欧女首相，已经在咱们外交部的大厅里死皮赖脸的磨了3天了。还有中东的2位前往亚洲的几个首相，全都在动用最高级别的外交权限，指名道姓要见你。见我，可以去外面排队，传话给外事办，我别墅外设个会客厅，每天只放3个号，先到先得。不管是首相、亲王还是国王，在我这儿只有先来后到，没有高低贵贱。这帮人真是疯了！外网黑市刚刚传来的消息，一张进入会客厅的入场排号单已经被私下炒到了300万美金。300万美金，把大夏的特供别墅当黄牛采市场了？全流程人脸识别加动态指纹核验，身份有一丝不符直接作废。想要命就老老实实排着。陆哥，这边的母巢暂时压下去了，但我刚截获了西方情报网的暗网频度。西方那帮老鼠在技术和金融上被大夏彻底碾碎后，现在狗急跳墙，把所有资源全砸在了医药情报上。难怪，反谍总局刚通报，神农集团的3名核心中层管理昨晚同时收到了匿名死亡威胁邮件，对方甚至把偷拍的家属照片发到了他们的私人手机上，手段极脏。盯着我的人，看来大夏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痛。怎么搞成这样？大夏的装备出问题了，装备没问题。要不是大夏的千围臣在关键时刻替我扛出了2次致命偷袭，我早死在迷雾森林了。暗影兽王，修仙界最难猎杀的高等妖兽，我在林子里连续追踪了他整整17天，17天都没锁定目标，你的修为退步了。那畜生能把自己的体温跟环境温度完全同步，在他面前全成了瞎子。前面进去的6支队伍全军覆没，连他是怎么偷袭的都没看清。陆哥，我不要更强的武器，能穿透伪装的法宝，重量不能超过2公斤，温差识别精度至少要到0.1度以内，续航绝对不能低于12个时辰。大夏的科技更新了，先给你看看军工科学院最新款军用高倍热成像仪，刚通过极航测试，整机不足2公斤，零下40度到零上120度的温差区间内，精准识别0.05度的温度差。内置电池，10打10的16个小时续航，带上试试。雷大哥在墙后面警戒，我连他手指放在扳机上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如何？更新后好用吧？暗影兽王，怎么可能？60多支队伍全军覆没，活着出来的连兽王的面都没见过。他一个人不仅反杀了，这皮毛竟然没有一处多余的损伤。80万灵石，这具完整的尸体，我们炼气院当场买下了。先别急着拿钱，我要你把怎么避开隐匿、一击必杀的猎杀方法交出来。不说的话，这80万灵石，你恐怕有命拿，没命花。抢我的东西，你也配？方法不卖，再废话一句，连你一块儿杀。210万灵石成交，恭喜这位长老拿下暗影兽王。
陆先生，这手笔咱们军工库的 A 区都要装不下了。顾景这小子现在是真阔了，交了3成宗门任务金，剩下的7封全给咱们换成了这些极品货。他在信里说，热成像仪的实战效果直接封神，宗门已经拍板，要把这玩意儿列为猎杀高等妖兽的标配。而且气风那边之前暂停的合金采购合同不仅全面恢复，还要追加10吨的订单。联系军工科学院的李院长，告诉他大生意来了。小陆，那批热成像仪的跨界出口我直接拍板了，不用什么单件审批，改成批量供应，首批20台今晚就给你送过去。李老，这么痛快，您这是又看上修仙界什么东西了？我要那个暗影兽王晶核的完整能量编动数据。如果能把那晶核的能量场模拟算法写进咱们战机的隐身图层里，我敢保证大夏隐形战机的性能能在现在的变态基础上再往上翻一个时代。原理复补，竟然真的完美复补。小陆，你每次给我一件东西，我们这帮老头子就要推翻一次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我搞了30年军工科研，现在是重新当回小学生的时候了。顾景交换的东西清点完了，这儿怎么还加了本破书？擦桌子都嫌粗。这是修仙界低阶灵之符种地用的阵法。陆先生，阵眼全部铺设完毕，300亩退化草场驱动能源已接入，启动，植被指数从0.12直接飙到了0.41，这地里长草的速度比韭菜还快。疯了，全疯了！第2天凌晨覆盖面积就突破了12万亩。陆先生，地下水位回升了，原本需要200年自然恢复的死地，2天时间，连毛细血管级的水土涵养能力都恢复了。大夏的基建速度加上修仙界的种地阵法，这就叫降维打击。说吧，国家打算怎么推广？农业部正式提交灵能绿化工程，3年内拿着阵法覆盖大夏60%的荒漠。合同发过来吧，大夏的绿化我包了，记得跟财务说，按时打钱。陆先生，农业部的账结了，因为咱们是独家合伙人，您这个季度的农业分红直接翻了4倍。4倍？看来老祖宗说的对，不管到了什么位面，还是种地最赚钱。陆先生，怎么，西方那3家药草还没死绝？被您断供配额后，他们股票全线崩溃，已经变成疯狗了。他们在暗网挂了您的悬赏。陆先生，反谍总局的24小时战术评估全出来了，这批代号幽灵的入境死徒，全是参加过实战的顶尖疯子，他们还有军用级反击材穿甲武器。情报显示，他们就埋伏在前面3公里的高架桥死角，我建议车队立刻掉头，更改路线。不改，原路走。可是这太危险了，对方是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来的。别急，谁死还不一定。修仙界巨灵护盾加上星际动力调转，真当大夏军工是吃素的？全给我按下！滚抢小组，30秒反包围！陆先生，活口已经全部押送，进入反谍总局最高级别的秘密审讯程序。他们背后支持的国家级情报节点已经被咱们的黑客部队反向锁定了。金融战线那边呢？结果出来了吗？西方那帮人扛不住了。之前参与禁运联盟的42个主要经济系里，有38个国家的央行刚才正式提交了昆仑园结算体系的接入申请，全部交给昆仑科技集团统一审核。告诉他们，想继续活标准只有一个，从今天起，大夏的规矩就是这个世界的规矩。奶奶，我来帮您擀皮。警报，出大事了！严老这是兴奋过头了，发个捷报用警报的频段。陆先生，出什么事了？不是坏事，全球最后4个还在观望的地区，刚才低头了。全部提交了昆仑能源结算体系的接入申请，大夏的网彻底收紧了。隔壁王婶家的儿子从城里打工回来了，说是不走了。还有村口那小卖部，前天刚换了个崭新的大冰柜，挺好的。村里现在比城里清静。村委大院里的那几束桂花，今年开的也特别早，满院子都是香的。
回头我让人去摘点儿，给您做桂花糕。明泽啊，你瘦了。哪有？我这是结实了。陆先生，大夏中央跨界银行当天的闭盘报告出来了。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全部纳入零时能源结算网络，咱们的结算体系已经覆盖了全球97%的跨境能源贸易。97%，剩下那3%也活不了多久了。严老刚下达了内部指令，你身在起，您从跨界贸易唯一枢纽人升金即位，3届加工枢纽绝对核心。自即日起，将陆明泽的全部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肖像、声纹以及全部 DNA 系列，彻底从民用与常规军用网络中抹除，保密级别与大夏核武库同级。三角加工贸易第5轮，3届今天同时叫嚣。雷战，通知大夏那边的跨界调度室，把最高级别的库门全给我敞开，盯紧入库，一点耗损都不许有。是，大夏产线已经全部清空待命。陆哥，第7次轮环顺利搞定，12吨能扛住小型核爆的星舰退役合金，马上给您天大的惊喜！还有在垃圾星区根本没被星际联邦帮登记的虫族废弃母座标，只要陆哥你给我足够动的，把这榔头再背，把你们老巢给端了！预估能掏出几车厢的虫族王族甲壳，甚至还有活体的未孵化虫卵样本，在黑市上绝对是硬通货。虫卵，大夏生物院肯定喜欢。浓缩液管够，准备好麻袋，等我的通知。陆先生，苏洛宁传来的第2批订单比首区直接翻了整整5倍。订单翻倍，3大炼金塔现在连教学都离不开大夏了。炼金工会那高阶大长老亲自给了血迹印章，来换咱们大夏这几块钱玻璃契机的长期供应权。拿玻璃换魔法高阶配方，陆先生，您这生意算是把1阶大能底库都给榨干了。陆哥翻盘了，启封封主正式升任执法长老，合金采购的暂停令今天下午已经被当众撕了。之前敢扣咱们货的几个管事全被废了修为，那5吨合金废料全部放行。不仅如此，长老亲自拍板，还要追加10吨的极品飞剑胚订单，定金直接给装了3箱极品零食。告诉他，要多少，咱们大夏就敢给多少。严老，出什么事了？小陆，之前在联合国搞强制提案的那批国际财阀明抢不成，开始玩最脏的阴招了。他们又雇了顶级杀手进来。就在刚才，他们在全球暗网的最高板块挂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悬赏令，悬赏金额1亿美金。1亿美金，想买我的命？他们悬赏的是大夏细髓血清活性成分分析样品的完整供应链信息。只要带出去，1亿美金就是我的了。陆先生，抓到了，这孙子正准备带着血清的冷冻样本跑路。反劫总局已经把这群老鼠连根拔了，他供出了3个中间人和一个境外的加密联络账号。我们顺着资金链反向追踪，是那家离岸生物科技公司的人。贼心不死，严老，科学院那边您打算怎么收场？从今天起，所有人重签补充保密协议，接触核心样本必须3人以上同时在场，样本转运全由雷战的盾墙小组持实弹武装护送。至于你奶奶所在的别墅，外围警戒线直接外扩200米，加上2班火力的24小时空中巡航。明白。盾墙小组即刻进入战备轮值。陆先生，军工部有专门的跨界调度室，精密加工中心开了专属产线，秦昊的垃圾性分发站扩到了5个。苏洛辛那边有专人采购窗口，顾瑾连拍卖行都单开了品类。毫不夸张地说，这套标准操作手册，就算您现在去海岛度半个月的假，这台3件印钞机也能自己往你赚上至少2周。流程确实没问题，但数据不对。过去2轮的闭环里，魔法位面运往星际位面的储能时金，每次都少了将近5%。秦昊核实过，不是那边的问题。而苏洛宁那边出库时，数量和重量与清单完全一致。您的意思是，东西在2阶通道传输的时候，自己凭空消失了？陆先生，小心！不，这不可能！苏罗宁，这东西到底怎么来的？我返回魔法五域时，那些在传输中消失的储能水晶魔力被引向了裂隙深处，它一直在用咱们的魔力喂养自己。我刚才经过的时候，那里已经孵化出了一个具备完整生命体征的能量实体。雷战，警戒！声纹低频段，跟秦昊端掉的那个从族巢穴能量重叠，但高频段不同。数据库里没有这种信号模式的标记，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魔法
法围域的通道可能出大问题了。陆先生，我必须马上回去。3天内，我会带猎金公会的探查队深入沉默荒原，一定要把这活体信号源的真面目揪出来。陆哥，西风那个新上任的执法长老在故意搞我们。他给咱们恢复的合金采购合同加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说要求所有的跨界物资必须经过他们3重追溯验证。他还要求每一批飞剑胚都必须附带完整的原料产地证明。他放话了，下一批飞剑胚要是通不过鉴定，合同永久作废，还要把我以勾结外道的罪名送进刑殿。产地证明，劣质金属污染。顾瑾啊，他们这是想逆向推演大夏的合金生产线。这帮老鬼想要的是咱们的。想得美，陆哥，那咱们直接断供，饿死他们。断供？那不是显得大夏心虚了？合同继续。雷战，通知军工锻造中心加开一条独立产线，全部换成统一公开的民用牌号配方，停用所有军工机密合金，把配方给他们，让他们照着配方自己练。要是能练出一把一模一样的，算我输。陆先生，独立产线刚运行第2天就出事了。这是在干什么？有人在对咱们锻造中心的废料堆进行光谱扫描。严老，你得看看这个。陆先生，反谍总局对这架无人机的飞控芯片进行了逆向追踪。这架无人机的出厂编号跟3个月前在科学院附近截获的侦察机用的是同一批次的。这些跨界合金是不是在某一个固定地点的熔炉里生产的？他们想通过锁定物资中转网络地理分布，确认便利店的位置。严老，陆先生，我马上带盾墙小组去把那个航拍公司端了。抓捕太便宜他们了。通知全系 AI， 在无人机下次起飞时，反向注入一组虚用机光谱残渣，把飞。坏消息是，西风那个新长老在宗门领地最西北的断魂崖给我画了一块防御阵空区作为考验，每次要朝冲破外围防线后的必经之路。西风给我限只有30天，30天内建不起来，我就彻底出局。严老，我们有没有能在3天之内，在一个40米宽的峡谷口建起一座要塞的工程方案？有，等着。最新列装的昆仑3型全自动化工程无人机编队，配星际防护罩模块，能生成覆盖60米宽的能量屏障。火力网采用灵能辅助自动榴弹发射阵列，弹药全是最新的暗影刀王能量波动追踪弹，原营期以下，来多少死多少。首期费用等价于800万灵石的灵矿及炼器材料。这是小头，断魂崖要塞周边2条已探明的中品灵矿，大夏要50年独家开采权。石和灵矿没问题，但矿脉开采权需要掌门令。陆哥，给我3天。陆先生，秦昊的情报，星际狩猎队在月球背面完成了重整，他们的3艘主力舰正向地球2界薄弱点偏移，正在强行扫描跨界通道的能量结构。陆先生，秦昊说，这3艘星际主力舰正在推测裂隙的能量频率，想测出裂隙的能量频率，打算强行撬开大夏的门。这帮星际海盗胃口倒是不小。小陆，大夏空间监测站刚对月球背面施加了全波段干扰压制，意外捕捉到了一个信号回响。陨石坑地下300米有一个非天然的巨大空腔，它的电磁屏蔽层用的衰减算法跟秦昊提供的技术原理极其相似。星际狩猎队挖的基地？不，那个早就在那儿了。狩猎队只是找到了它，把它当成了观测站。也就是说，在很久以前，有人就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收到，下次交易我会把佣兵团存档里所有非佣兵体系废弃设施的旧记录都带回来。陆哥，掌门说宗门无意干涉跨界贸易，断魂崖隘口的防御权可以外包给我们，但是要塞建成后必须允许宗生派出3名阵法师来协防。协防说的真好听，这就是要明目张胆的在你地盘上安插眼线。3名阵法师可以进要塞，但是能量护盾控制处、火力战列弹药库全部由你直接管辖，他们的权限令牌只能进宿舍和食堂，爱来不来。星际动力驱动代码已并联宗门阵法节点，能量屏障覆盖宽度从60米直接扩展到105米。那是顾瑾承诺的中品矿，大夏施工顺手就给炸出来了。3位，宿舍在1楼，食堂3餐按点供应，其余区域需要本人的权限令牌。严老，咱们大夏赚翻了。陆先生，顾瑾那边传回了第1批灵矿开采数据，矿石回报率从他们手工挖的3成，直接飙到了9成以上。这2条中品灵矿的首月预估产量是修仙界同规模矿脉年均产出的整整3倍。大惊小怪，20%的开采利润分成，第1个月200万灵石落账。小陆，你现在每多签一份跨界基建合同，名下就会多1条矿脉。陆先生，探查队回来了，这是沉默荒原深渊裂隙的第1手勘测数据，地下800米，长度超过60公里，最宽的地方足足有7公里。这么大的一条口子？不止，
裂隙内壁全是从没见过的深紫色矿物结晶，散发的低频波动，跟那天我们听到的巨兽怒吼完全同频。裂隙每天经历3次规律性扩张脉冲，每次裂隙就会变宽0.3毫米。你们的史料里有过这东西的记载吗？从来没有。3大炼金塔最古老的文献里，4000年前有过一次大地裂变，规模还不到现在的1/10。但那一次直接毁灭了2个古代魔法王国。魔法大陆现在有没有能抵御魔兽大规模侵袭的长撤防御设施？最坚固的就是炼金工会的药剂储塔，一座7层的石头建筑，只能当个龟壳避难所，根本没有反击能力。雷战，把断魂崖要塞的验收影像放给他看。如果能在深渊裂缝的正上方建一座这样的要塞，不是要塞，大夏出技术，用星际反重力悬浮模块，给你们造一座悬浮式的天空城。深渊裂缝再大，它流不到天上去。陆先生，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把3大炼金塔的正式委托和支付条件带过来。陆先生，分析结果出来了，离岸公司买废水是想化验水里残留的金属渣子，好倒推咱们的高级军用材料。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雷战，立刻接通严老的专线。想摸咱们大夏的老底，做梦！立刻把真数据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他们调包，顺着这根藤，所有环节全给我换了。是。敌方的情报分析系统一旦收到这份假数据，自然就不会再关注了。严老，玩情报，您比我狠。大夏需在沉默荒原深渊裂隙正上方建造一座可容纳2万人的悬浮式综合防御设施。天空城必须具备抵御 A 级以上魔兽正面冲击的防护结界，还要能打击的远程火力系统。大夏从来不做亏本买卖，你们拿什么付账？3大炼金塔联合开放魔法尾面全部已探掘的真蝎药草产区，给予大夏在15年内对该产区全部出产的优先采购权和独家垄断权。15年独家垄断。苏洛宁，3大炼金塔能给大夏的东西，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了。这份委托书上不止你们塔的一个章，你费了这么大劲，你想要什么？我想要天空城的炼金实验室顶层。正层，如果深渊裂隙真的跟4000年前自大地妖炼是同一个东西，那这座大夏造的天空城将是魔法大陆未来数百年里唯一一座不会沉到地下去的炼金研究设施。它的第一任驻塔首席炼金师，也就是我，需要顶层实验室作为永久空间。好，成交。顶层实验室的永久使用权归苏洛宁本人所有，绝不随3大炼金塔的人事变动而变更。陆哥，出大乱子了！星际狩猎队通过某种未知方法定位到了苏洛宁跨界时留下的魔法残留痕迹。什么？他们顺着残留力直接扩大到了魔法尾鱼的裂幅特征上了。这帮星际海盗根本不是在找咱们便利店的坐标，是在学习怎么识别不同位面穿越能量的关联特征。陆哥、严老，我们在截获的星际财商加密通讯里破译了一个反复出现位面共振频率。什么意思？意思是，如果2个位面同时爆发大规模能量事件，同频共振就会几何级放大，一旦爆发，会在瞬间撕碎所有已知强度的空间壁垒。雷战，调数据，把储能水晶在通道里的传输损耗异常和苏洛宁记录的深渊裂隙扩张脉冲周期重叠比对。陆先生，每天3次裂隙扩张脉冲，刚好对应咱们3次通道传输的波峰，它们完全同步。深渊裂隙在跟着咱们跨界通道的频率一起呼吸。如果深渊裂隙扩张到临界值，跟咱们的跨界通道产生强共振，3界之间所有的薄弱点会被同时撕开。顾瑾，断魂崖要塞立刻加装全息隐匿天线，给我造假的能量特征，把修仙界那边的交易波峰死死盖住，不能让他们抓到规律。苏洛宁，天空城的观测站从今天起，把深渊脉冲的数据1秒不落的直接分发给秦昊的星际基地。从今天起，修仙、魔法、星际，大夏牵头，建立统一的情报共享机制。明白，老子现在就带人去垃圾星和沉默荒原中间，把感应阵列的中继站给铺上。这材质怎么可能？前3段跟我们佣兵团补给船用的工会通用电码一模一样。陆哥，这东西根本不是星际佣兵工会的，它比我们工会出现的还要早。陆哥，那具残骸上的编码我查过了，这条编码是属于一个在星际佣兵工会成立之前就已经彻底消失的远古星际势力。雷战，把这条编码打上最高级别的红色标签。找到了。不管这个远古势力是死是活，敢出来就一炮轰了他。陆先生，秦昊提供的动力代码升级成功了，大气层内悬浮技术完美运行，天空城的机组稳稳悬停在距离裂腹开口800米的绝安全高度，连1毫米的误差都没有。护盾情况呢？
外层用魔法结晶，专门吸收裂隙底下的深紫色辐射，内层全包星际防护罩，魔兽群就算拿头撞也撞不破。底层装大夏的追踪炮阵，中层留给2万魔法师避难。至于顶层最大的那间炼金实验室，按约定锁死权限，那是苏洛宁的私人地盘。陆先生，洛城仪式刚结束，3大炼金塔就把垄断权交接了。北境3个行省的高原药田，2片原始魔法森林的采集区，还有7处只有炼金工会才知道入口的隐秘地下博物园。魔法卫域所有的珍稀药草产区，15年内全是大夏的独家垄断了。收网了，自然要吃顿好的。奶奶，我回来了。我问了外头站岗的警卫丫头，她说你最近天天半夜不睡觉，老熬夜。雷战，陆先生，各界当天的贸易报表都汇总过来了，等您签字审批。全部推到明天。今晚我陪奶奶。过了今晚，明天又要开始忙起来了。修仙界、魔法位面、星际，现在已经彻底离不开咱们大夏的重工装备、防务物资和能源技术了。断魂崖要塞和天空城证明了大夏的工程能力根本无可替代。现在就是咱们制定统一规则的最佳窗口期。第一，3界所有涉及咱们重工和生化药剂的交易，必须以大夏的灵能能源阵列作唯一计费单位，谁敢私下绕开阵列计价，直接剥夺交易资格。第二，咱们造的武器绝不能被他们拿去搞位面大清除或者空间探索。第三，只要签字，记得乖乖接受咱们在跨界能源、军工和医药领域的长调管辖。严老，条款没问题，但这处罚条款光写一句终止贸易不够疼，他们不会长记性。哦，你的意见是？必须明确写出违约后果的3个层次。敢违约，第一步断供磷矿，第二步剥夺医药配额，第3步直接从3界贸易网络里永久剔除，让他们彻底等死。好，就按你说的改。顾锦秦号苏洛宁，协议草案已经发过去了，72小时内，我要看到你们各自位面的最终答复。大夏这只手伸得太长了，这帮地下黑客不收钱，也绝不梦军事情报，但我们还是把他们找来了。定位到了，信号源的异常通讯密度极高，72小时是吧？好，那咱们就看看这破协议你们能不能签得成。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强行潜入大夏跨界物资数据库一次。陆哥，经济这边没意见，唯一的要求，执行监督方必须由大夏和我各派1人，搞个2人联会监督小组。亲兄弟明算账，以后有啥制裁，得咱们俩同时签字才算算。合理，准了。3大炼金塔全票通过。不过我有个私人请求，以后我派去大夏进修实验技术的那些学徒，能不能免除标准审查？学术交流敞开大门，同意。陆哥，我签了，没任何附加条件，你不知道多爽！启封那个死活不同意签约的执法长老，在大会上直接被掌门扒了皮，当场收回执法令牌，扔去后山闭门思过3年，权力中心彻底没他事儿了。雷战，接严老。漂亮，通知下去，协议生效日定在3天后。大夏的核心数据库防火墙太硬，直接进士找死，用全球金融系统的结算延迟，制造海量的交易查询请求，用垃圾数据压垮他们的边缘服务器。陆先生，遭到大规模数据流冲击，他们在利用金融结算搞高密集查询，边缘服务器压力爆表了。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不是核心数据库，服务器压力切片的瞬间，全线锁死了。一份星际合金废料的交接记录，被暂时挤到了外围储存区。就是这个，抓到了，下载。这是什么代码？
地震监测站那边怎么说？没有地震，没有炸药残留，那谁能来告诉我，这个凭空出现的12米深坑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是从大厦数据库内部反向涌出的恐怖能量，大厦的网线里藏着怪物。痛快！符文加密的实战效果远远超出预期。即日起，内部通报全网，大厦所有涉及跨界物资的核心数据库，全部在底层给我加载魔法符文和修仙阵法的双重加密。把配方里魔法安神成分的浓度再额外提高50%。这瓶加强版的安神药水，算是我个人给陆先生的下一批私人谢礼。以后的网络攻击，恐怕得先给自己买好物理一小险了。陆先生，边境出事了，咱们的边境口岸刚拦下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经查实是境外遗留的情报人员。包里带了什么？一个硬式手提箱，里面的爆炸物配比跟几个月前陆秀芳手下那个外籍律师试图夹带进来的，这是要对咱们核心人员搞纯暴力斩首。把这份边境情报和陷坑事件的报告放在一起归档，同一批人2条路线，一条走网线被烧成了灰，一条走边境被截了胡。狗急了会跳墙，下一步绝对会同时走这2条路。报告，别墅警戒线捕获一名试图翻越围栏的可疑人员，身上未携带任何武器。陆先生，敢动我奶奶，你们那是在找死！陆先生，连夜审出来了，这杂碎是被一个匿名账户花了30万美金雇来的。只是让他把您前公司的照片和奶奶的图纸全部发到国外的社交网络上。他们这是阳谋，暗杀太难，他们就想把我的个人信息彻底公开化，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奶奶长什么样，住在哪里。那这样的话，咱们的安保成本就从防几个顶级杀手变成了防全天下的亡命徒。小陆啊，告诉你个好消息，3届科技标准协议生效第1天，昆仑能源结算体系已经实现了全球全覆盖，所有参与国的能源贸易必须用大厦的灵能战斗做基准，剩下那几个死鸭子嘴硬拒绝介入的，已经被全世界彻底边缘化了。从今天起，你可不再是那个倒卖物资的2道贩子了。他现在的身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万界收租工。防御系统，那是真正的固若金汤。陆先生，悬浮岛安装完毕，由秦昊提供的星际反重力悬浮模块驱动，高度可在50到3米之间自由调节。最外层是固景护山大阵的简化版，中层是秦昊的全息隐匿技术，内层是苏洛宁的魔法结界符文。未经授权，谁敢靠近500米半径？先用全弧迷幻让他转向，敢硬闯，结界直接弹飞。要是还不死心，大厦防空系统的最高火力立刻教他做人。这棵树啊，比我的岁数都大。你爸小时候皮得很，就爬这棵树，还摔断过一条胳膊呢。奶奶，以后这棵树，还有这个院子，咱们谁也不让进，您就在这儿安心住着。明泽，你看，今晚的月色真好。是啊，奶奶，今晚的月色确实很好。奶奶，您先歇着，我去处理点账目。陆先生，西方最后一个死咬着不放，坚持独立技术体系的国家，在刚才正式提交了接入昆仑能源结算的申请。咱们断了他们10天的稀土和灵能，他们3个主要工业区全部停电，国家电网已经濒临崩溃了。骨头再硬也得吃饭。下一个，断魂崖要塞，修仙界首座跨境防御要塞，灵矿开采权20%的分成已入账。天空城魔法位面悬浮防御设施，珍稀药草独家垄断权。3届科技标准协议3届全部签署，大厦主导的万界收租体系正式运转。再加上咱们的悬浮岛，奶奶的绝对安全也保证了。陆先生，大局已定。还没完，
全球所有已探明的间谍节点，全部给我纳入天网监控，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陆哥，星际狩猎队的残部根本没走！他们干了什么？他们趁着协议签署那3天防备最单的时候，从魔法尾面潜入进去了，把观测站里的脉冲扩张数据全套走了。这群疯狗造了个跟共振频率完全匹配的压缩器，直接扔进了深渊裂隙里。他们强行放大了裂隙的震荡幅度。裂隙现在的数据是多少？从每天0.3毫米变成了每天1.2厘米，最多1个月，裂隙就会彻底突破深渊表层。陆先生，信号断了。虫族刚刚冲破了我们的第4道防线，全完了。谁？陆哥，3天前，宗门外围所有的监测阵法同时拉响了最高警报，12个方向，12股妖兽群同时冲阵，规模比有史以来任何一次兽潮都要大。那根本不是自然形成的兽潮，每一群妖兽的行动路线全都在刻意避开咱们的火力点。他们知道阵法布置在哪儿。最致命的是这儿，受修仙界灵力冲击的影响，跨界通道的稳定性已经暴跌到警戒线以下了。通道正在收缩，12个时辰，12个时辰之内如果不稳定下来，宗门那边的通道口就会彻底关闭。严老，修仙界全面开战，妖兽规模空前，跨界通道受冲击正在收缩，12个时辰内随时断裂。你需要什么？特种合金盾牌，灵能辅助重型火力，全部优先调配。小陆，边防那边也在等这批装备。蝙蝠等的是装备，但我这儿的通道口等的是人命。通道要是断了，3界贸易就彻底断了。给你，运输怎么解决？顾景，在通道口接货。顾景，听好，这次不是卖，是换命。你拿命在通道口接货，换回产上能稳住阵脚的重火力。作为交换，需要付出等价的战略资源。严老，通道只剩6个时辰，要快。停！所有装车动作立刻停止！2列重装运兵车队原地待命，把配给机械化步兵旅的特种合金盾牌重新封箱。这台终端让秦昊加了全息隐匿模块，通道就算再不稳定，它也能保证最低限度的信号传输。这批重火力里有120枚暗影少王追踪弹，军工科学院查过，你们那边妖兽的能量频率刚好能被它锁死。听清楚，货到了之后，第一时间把防线态势图给我发回来。陆哥，等我消息。陆哥，货接到了，特种合金盾牌已经在3个最大的防线缺口固设完成。防线暂时稳住了，资源采集队已经出发，第一批地脉龙气原矿核心，2天之内一定集齐。陆先生，国内这帮杂碎还没死心，海外财阀他们花重金收买了一个内鬼。前司项目对接的技术员，对，这孙子以前给您做过外围物资的配送排里表，他们现在想利用这个内鬼重新建立咱们便利店周边的活动规律模型。现在收网，内鬼身份是锁定了，但是收捕命令还没批下来，被孙子狡猾得很，跟国外的最高金主之间足足隔了4层空壳公司，还没抓到实锤。秦兄弟，陆哥，虫族突破第2道防线了，这次是主力集群，至少3只虫族领主同时出手，佣兵基地的弹药库存绝对撑不过5天。
垃圾星第7区，这帮畜生在用波浪式冲锋，死磕我们防线的薄弱点，6个小时内整整冲了7波。还有那几只虫族09，他们在发一种从来没见过的低频声，我们的通讯被干扰了，好几支巡逻队换防的时候迷路，被活活围歼。他们的智商在进化。更要命的是，他们酸液喷射的越来越准了。这帮畜生在故意腐蚀地下燃料库上方的岩层，他们想把岩层溶穿，在咱们防线内部搞连环大爆炸。陆哥，我需要能在战场上快速起效的生物兵器，压缩扁干和浓缩液全快见底了。兄弟们的基因崩溃症复发率已经从4成直接飙到了6成半，急救物资跌破安全线了。高能灵力浓缩剂现在能拿多少？陆先生，目前的单日极限产能只有35只，苏洛宁送来的魔质萃取原料库存只够维持这条生产线转1个星期了。如果要同时供应修仙和星际2条战线，这35只一劈2半，每条线都只能分到勉强维持防御的配额。陆先生，那个内鬼有动作了。这孙子大半夜翻墙进了军区附近的一个废弃物流园，外围侦察哨拍得清清楚楚。他正在给一辆外地牌照的厢式货车点货验单。先别动他。陆先生，这孙子都开始往货车上装东西了，再等下去，咱们的底细全漏了。让他继续送货，我要看他这辆车最后到底往哪个狗洞里卸。只有抓到咬人的主家，打死这只狗才有意义。针对顾瑾的妖兽群，我不打算给他多加一批炮弹。不给弹药，那防线怎么守？拿人命填吗？实验室分析了暗影天王的能量变动，这帮妖兽大规模集结，全靠特定的信息军来传递指令。只要用一种味道更冲的气味源把他们的信息素盖住，这群没脑子的畜生就会瞬间变成瞎子和聋子。顾瑾，不用硬抗，大夏教你玩风筝流，这套干扰剂配合无人机低空投放，半小时内保证你方圆5公里内的妖兽全得原地转串，把他们当风筝一样溜着玩。报价单只有1行字：战后把你们猎杀的所有高阶妖兽晶核给我上交5成。成交！大夏的无人机编队什么时候能到？我这边的防线快被啃穿了。雷战，给军工部下令放无人机，全覆盖式空投。大夏生物实验室把修仙界防线上的高能浓缩液配额给我全部划走，全转给秦昊的虫族战场，一滴都不许留。出了任何问题，我陆明泽担着。大夏现在最急需的不是破烂灵石，我要重组母皇的虚空甲匣。那玩意儿能在真空中自我修复，是星舰装甲绝对无可替的终极材料。拿不到它，咱们永远受制于人。母皇在巢穴最下层，上次我们试着靠近，直接报废了2台机甲和9个自身佣兵。要干这一票可以，我需要30支浓缩液，我得先把这批救命药全打进前线兄弟们的身体里，死死顶住防线，不然我们连母皇的毛都摸不到。这里是35支，我全给你，一管都不留。带着这批药，把你们最顶级的狙击手给我拉出来，不要管小的，直接打母皇甲壳最薄的那一段。这畜生在向我们示威！陆哥，等我好消息！陆哥，要么我死，要么母皇的壳留下！陆哥，大夏的无人机编队简直是神兵天降，干扰剂太猛了！这帮畜生现在全在原地打转，连方向都分不清。最外围的几窝甚至直接红着眼开始互相撕咬了。抓紧时间，防线补得怎么样了？抢回了2道防线，已经重新布好阵法。兄弟们，30支浓缩液已经打进去了，药效最多维持15分钟，成败在此一举。开火，打他7寸！把壳给我带走，死也要拖走！小陆，星舰材料组用高能激光持续灼烧那块甲壳，在防护性能被烧的只剩3成的时候，仅仅过了3分钟，甲壳分子居然自动重新链接，抗冲击指数直接恢复到了原始水配的7.5%。这绝对是星舰装甲的最高优先材料，我已经用红笔批了，即刻启动工业化合成方案。
严老，稍等，顾锦那边有情况。陆哥，第2批龙气原矿已经装车了，但是外围阵法师在咱们的后勤区扫出了一大堆不明的制药包装残片。我让人比对过了，形状跟神农集团的抗衰口服液不一样，但材质极其接近。这是您新发的货吗？陆先生，出大事了！外围侦查的人拍到了，那个内鬼他把厢式货车上的货全搬进了军区北侧废弃纺织厂地下的旧新丰检修口。那条检修口废弃的管道，直通的就是咱们这家便利店的空气交换井。陆先生，查清楚了，从那个废弃纺织厂到咱们便利店的空气交换井之间，只有这一条被拆了监控的废弃管道。那孙子装的货绝对是冲着这条管道来的，立刻去，在这条管线沿线给我死死盯上3组隐蔽感应坠阵。不管是炸药还是毒气，只要哪怕一只老鼠敢爬进这管子，我要它连人带货一起人间蒸发。陆先生，深渊出什么事了？天空轴被攻破了。3天前，裂隙开始加速扩张，每天1.2厘米的撕裂速度，现在的裂隙宽度已经突破71公里了。底下的巨兽低吼，以前是24小时一次，现在每小时3次。陆先生，您看热成像，是第一波真正的大型生物体，它们正在从深渊最深处顺着崖壁往上爬。天空城的护盾外层已经衰减到绝对警戒值了。陆先生，深渊暴动根本不是我们的单独事件，我们捕捉到了裂隙内部的能量信号，跟秦1号那边虫族领主的低频吼声，还有顾锦那边妖兽型100%交叉重叠。这是一场跨越3个位面的联合作战。陆先生，第3副产能报告出来了，魔质原料库存已经彻底跌破了最后3天的供应底线，库存计时器快被抽干了。您的面板上库存正在以每秒0.6单位的速率疯狂蒸发呀！陆先生，炼制封印法阵的核心魔质库存只够天空城再维持1次布阵了。苏洛宁，听好，顾锦那边能兑换的魔质基数跟你要的最低封印布阵量之间有个补不上的无解差额。你的魔质请求现在必须降为待处理档位，顾锦的金盒交易优先。陆先生，天空城要是破了，顾锦运的是地脉龙气原矿核心，那是大夏能源安全的最底层战略储备。修仙界通道要是塌了，龙气一断，咱们整个昆仑能源结算体系的底牌就彻底蒸发了。大夏不能冒这个险。魔法界深渊边境的法则感知权全面向大夏开放。陆先生，我先回天空城，用剩下的库存，我最多还能死守结界72小时。72小时后，深渊底下的东西如果爬出来，我就和天空城一起陪葬。严老，立刻把顾锦那批龙气押运的护卫等级拉到最高级别的红色特级。已经办了。军工锻造中心正在拿之前从虫族战场拖回来的母黄甲胛碎片切割，马上做成临时防护片，焊死在龙气运输队的装甲车上。陆哥，龙气运输队已经出发，但是信息素的效果开始减退了。一旦大夏无人机的库存耗尽，兽潮绝对会重新组织冲锋。陆先生，龙气矿车返程的路段两侧出事了，道路两旁的密林里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妖兽行动轨迹，他们没进攻，而是沿着矿车的路一路平行跟着，最近的地方离咱们的主干道不到40米，他们在埋伏龙气。顾锦，接数据，把这帮要命的新定级雇佣兵拉过去护盘，告诉他们，战后佣金全部用高阶金核现结，谁敢动龙气，就用星际重火力轰碎他。陆先生，情况不对，魔质萃取原料库从今天中午起每分钟都在疯狂消耗。虫族防线那边，秦昊的佣兵团正在面临一轮极其恐怖的全新酸蚀渗透，咱们仅剩的魔质底子快被彻底吸干了。杀！陆哥，这帮畜生的酸蚀渗透太狠了，每一轮都在死耗我们的浓缩液，兄弟们快顶不住了。魔质原料的库存，过去4个小时内已经跌穿了历史最低警戒线，没有魔质了。那我们拿什么打？顾锦的金盒给秦昊换弹药，秦昊的虫族夹壳给大夏加固防线，苏洛宁的法则感知权给大夏换空间技术，资源循环全部办活。顾锦，马上把无人机编队劈成2半，一半继续撒信息素死死拖住兽潮，另一半全给我挂上追踪弹。
不要打大的，专门定点揪出散落的妖兽晶核，炸完立刻回收。找死！收到，第一批回收晶核已经装箱，正在强行通过通道转运。大夏生物实验室，晶核一到，立刻进行能量紧急萃取，给我强行制成浓缩液替代品，不要管副作用，能救命就行。秦昊，替代品打下去了没有？效果怎么样？陆哥，哈哈哈哈！这替代药剂虽然有点副作用，但15分钟内战斗力全部恢复了，这一点我们佣兵扛得住。陆先生，晶核回收速度和浓缩液消耗速度达到了完美的动态平衡，这条命脉足能维持96个小时。96小时，足够大夏彻底翻盘了。陆先生，是那个内鬼。陆先生，看清楚了，他要投毒了。陆先生，我带人去把他毙了。放他！放他！那可是微型雾化毒气。现在抓，打草惊蛇，对方立刻就会换方案，下次可能就不是钻管道这么简单了。我要让他投，在这个全面受控的死局里，让他把毒完完整整的投进来，顺着这条线，把境外那帮金主全给我拔出来。陆先生，这点毒对我根本无效。毒进来了，生化特勤组立刻采样。毒素成分已确认，是极为致命的神经毒剂，样品已封存进真武袋，随时可以起诉。把3大炼金塔的残余库存全部填进去，死守！陆先生，家底打空了，第4波脉冲把我们最后一块魔法结晶都耗尽了，没有可卖的食物了，那我们就卖别的。把深渊边境的法则感知权作为终极抵押，向大夏全面开放。大夏要捕捉裂隙内部能量运行的所有完整感知路径。我签，只要能镇住深渊。严老，魔法界法则感知权已到手，我要求大夏官方立刻动用最高级别的临战授权。大夏同意授权，发射控制权由陆明泽本人签字启动。清城。信号确认，目标已死，通知地面立刻收网。陆先生，4分钟前就截住他的 IP 了。这帮蠢货用的还是前司残党设在境外的一个备用通讯服务器。目标已瘫痪，进去直接割头。敢踩大夏的红线，送他们下地狱！真以为派几个送死的就能试探我的底牌？接星际监控卫星，把秦昊给的星际坐标阵列全部怼进大夏的天机武器授权端口，给我同步的毫秒级，物离莫除。证据链闭环，全部同步反接总局。别白费力气了，我的律师团队马上就到。你们没证据，能关我几个小时？看看吧，你的律师，还有你这辈子积攒的底气，全在这几个坑里了。我招，我全招！
小鹿，军工科学院连夜把这2枚导弹的常规战斗装样全换了，全换成了灵能压缩阵列，那是从巨灵阵里提取的最高密度能量，引爆瞬间能释放40秒的纯能量冲击，这叫物理除魔。不管它底下是个什么怪物，给我把裂隙表层彻底洗平。风暴之刃，绞杀！所有人撤出爆破红线，大夏的清道夫来了！大夏的空间定位，给我锁死他！小鹿赚大了！法则感知权不仅让我们拿到了裂肺的3维映射图，我们还意外抓到了一段原始波形。这段周勃是裂肺底部跟秦昊那边虫族09之间跨界共振的频率，我已经发给星际佣兵情报组了，他们能据此搞出最致命的电磁干扰。陆先生，裂隙的扩张是停了，但是在裂隙最深处有个未知的东西还在持续向外滩发送一个速的低频脉冲。我抓取了脉冲的前半段，它的信号结构不是自然产生的，是有序的，而且这调试规则跟秦昊在星际垃圾星上发现的编码一模一样。秦昊，把你在垃圾星上掏出来的编码立刻发给我，我要用那串残骸编码和深渊底下的脉冲跑一次全序列的超级比对，这绝不是巧合。大夏铺好路了，全军出击！灵能机甲编队，给我把特种燃烧弹全砸下去，切碎他们！执法队反击，绞杀开始！就等你们乱呢！开火！陆先生，障碍已清空，龙气原矿核心全部安全出运。小鹿，入库检测报告出来了，赚翻了！这龙气原矿的能量释放稳定性远超灵石，单位质量的储能明度竟然是灵石的32倍以上。从这刻起，大夏能源战略的底层锚定物彻底进入自持体系，咱们的昆仑也别想再卡脖子。修仙界那边受潮失去了协同能力，最多48到72小时就会被顾瑾完全清除。但是星际战场崩盘了，秦昊的虫族阵地传带绝密数据，有3只虫族灵肘在突破了佣兵第4道防线后，正指挥着主力虫群从2亿对佣兵基地实施最后的大合围。秦昊的佣兵主力现在被死死压缩在一个不到3平方公里的狭阵地上，弹药库存只够撑最后48个小时。小鹿，一旦这个阵地被彻底孤立，后续的空间跳跃引擎原型技术资料就会直接暴露在前线，咱们的星舰门票就再也送不到便利店了。陆哥，我的机甲只剩下最后4发能量狙击炮弹了，最多30个小时，虫族的大合围就会彻底完成。4发炮弹，我1发都不会给你补。陆哥，没弹药，我们拿头冲啊！我不要你冲，我要你硬扛。军工锻造中心用母皇虚空暂壳做出来的第1批复合装甲，可用配额，我全部推给你了。穿上大夏的壳，顶着虫族的尿酸，给我硬砸出一条活路！顶上去，死战！防住了，大夏的装甲防住了，全军突击，给我往右翼补给通道死里撞！最后4发，全给我碎！赢了。
突围后的第一时间，我带人杀回了基地底层保险库。陆哥，你要的东西我掏出来了。空间跳跃引擎的全套设计图纸。陆哥，这是让文明跨出恒星区的门票。它能通过对局部引力场的坍撒和重组，直接掠过传统推进方式，实现星际空间跳跃。这玩意儿比可控核聚变还要深层。大夏要获得这套跳跃引擎的永久商业特许商议权，未来大夏所有基于跳跃引擎的星际运输、星际采矿以及外交权限外的全域军用船舶制造，全归大夏。陆哥，这水比星舰上的补液好喝。打完了，该算账了。死透点儿！12个战场的尸体全部扫尾完毕，装车。按战前合同，高阶晶核5成归我，折算成昆仑能源结算，直接进特许附加费总账。这最后3枚万年战略机是我炼气阁的，谁敢抢我跟谁拼命！放屁！老子拿来做护宗大阵的阵眼，你敢动手试试？杀绝，一个不留！把那8只领主的壳全给我完整扒下来！陆哥，第7区清理干净了。战后缴获8具完整的虫族灵长甲壳，还有一大堆没孵化的虫卵样本。按战前协议，就一人送1次免费星际货运，首批20次免费星际配额交付。这20次星际冷艳配额，大夏当场征用了，直接划给神农集团做全球抗衰口服液的跨洲冷链运输。陆先生，封印阵非常稳定，在法则感知权的持续监控下，72小时没有任何扩张脉冲。3大炼金塔已经发了联合评估公告，深渊裂缝正式进入休眠期。陆先生，深渊又暴动了。不是，我们把法则感知权抓到的裂隙底层脉冲波形，跟秦昊在垃圾星掏出来的编码做了首次完整序列对比，两段编码在信息结构和条密度分布上具有极高相似性，它们是同源的。立刻打上最高秘籍，列入3届情报系统待查项目，死死封存。3届战争结束，顾景龙弃入库，苏洛宁裂缝休眠，秦昊引擎交付，所有供应商账款全额到账，无一拖欠。战争期间我给他们打了几折的救命钱，战后得连本带利给我补回来。陆先生，地球上的敌对势力终结了，特勤局在国内收网，前司残党内鬼海外间谍指挥体系全部落网，管道沿途的高清监控，内鬼的加密通讯记录，神经毒素的实验室绝对溯源报告，还有海外指挥中心被咱们天机抹除后的现场废墟比对照片，这套证据链成了铁案，已经全部封存移送相关部门，那帮人全部死刑起步。我大伯他们呢？他们侵占地产偷税漏税的额外证据已经追加入卷了，一家这辈子都别想从里面出来了。全球各国情报机构对我们动用天机武器抹除海外间谍总部的事儿，连个抗议的屁都不敢放，沉默就是最好的跪地表示。大夏的规矩他们认了。完了，我们在昆仑能源结算框架下的兑换窗口，因为没有大夏的信用担保被关闭了，我们的货币变成废纸了。大夏外交部收到了全部残存经济体提交的正式接入申请。3届战争所有交易全部履约，所有供应商账库全额到账。苏洛宁、顾景、秦昊的战后重建委托也已经列入下一阶段的备忘录了。地球的底子终于打干净了。月球背面那个未知空箱结构就在刚才发出了开战以来的第一个主动探测信号。陆哥，我把在垃圾星废弃工厂掏出来的那具机械残骸编码全部顶上去了。这鬼信号防线极强，他在反向入侵我们的防火墙。给我40分钟，我硬生生扒了他的底库，想吃掉我，做梦！火力全开，全序列比对，强行对撞。匹配成功，空箱结构发出的探测信号
跟咱们的残骸编码在信息结构、调试密度分布和带频率跳变规律这3个维度上完全同源。这残骸属于前代开拓者，他们掌握着基于全乎隐匿的超长距通信技术。星际狩猎队当年无意中发现了它，借用它的通信触痕扫描了咱们的通道。现在狩猎队跑了，但这破绽被咱们3届战争的巨大能量波动给震醒了。不忌讳，月球是咱们的后花园，炸了可惜。秦昊，通过佣兵频道给我追溯一个旧开拓者网络里的激活序列码。收到，序列码已提取。大夏空间监测站，接入序列码，给我像打狙击一样反向注入月球空腔结构，强制它待机休眠。秦昊给的空间跳跃发动机已经被咱们拆解成了6大子系统，全部嵌入便利店周边半径500米的地下工程里。小陆，看好了，改造完的通道再也不是什么随机编动的破裂隙，那将是一座由引力场死死约束的稳定跨维度传送门。外围防御，我已经让军工基建部上了最高配置星际防护罩，跨结界符文层，宗门护山大阵简化版3界混合防线，防御强度超过断魂崖要塞加天空城的总和。基建总指挥立了军令状，100日内必完工。陆先生，布锦那边刚查到，气风之前被撸下来的那个执法长老，关着禁闭还敢搞小动作。这老东西暗地里指使狗腿子，等咱们中枢建好了，手里的私货能不能不走正门，直接绕开传送门倒卖出去？要麻烦严走去查查，坊子里到底有多少散修在跟着他起哄。小陆，查清楚了，那执法长老想借着散修的嘴，测试咱们中枢的贸易管理架构有没有漏洞可邹。告诉他，中间接触前，散修所有订单必须走宗门拍卖行渠道过审。陆哥，修仙界12处防线要清理，3个大型宗门外门需要整体重建，量质大。星际佣兵基地要扩建，而且我要求战后装备全面列装大夏的标准武器。魔法维域的深渊裂缝周边需要生态修复，我需要大夏的基建队在裂缝沿线固设永久性的监测阵列。钱大夏可以赚，但我在报价书结尾附了一个终极支付条件：3界必须各自向大夏开放一丝核心法则本源，作为中枢新贸易通道的锚点。修仙界同意，佣兵团战前就认了大夏的标准，开放本源只是顺水推舟，我同意。魔法界同意，但3大炼金塔有个条件，这锚点只能由大夏单独持有。小陆，出成果了！科学院吸收了3界底层规律，大夏的科技能力直接从工程级向法则端级完成了全面跃动。AI 甚至跑出了传统物理模型根本没法解释的数据。首批 AI 修真强化仅仅消耗了30%，直接国民的修真雏形训练马上铺开。雷战，帮我约军工科学院生命科学部，我要给奶奶做一个系统。严老，该签最后字了。所有通过中枢的跨界物资，我个人抽成总价值的10%，作为微度过路费。我之前大夏军工、昆仑科技、神农制药的股权分红照旧并行。小陆啊，你以前是个收租的，现在你成收税的了。陆哥，佣兵监控网捕捉到异常变动，坐标已同步。该坐标能量频谱与深渊裂缝早期一模一样，有人在凿壁。2界联络只能通过我这家便利店，这是规矩。掐断这些宗门和星球的所有能量供给。3界听好，途经中枢需全额未税，擅自越境者永久剥夺贸易资格。谁敢绕开我的传送门走私，谁就给我回到原始时代。小明啊，你看，不知道哪儿飘来的种子，明早就能开了。是，明早一定开。陆先生，中枢传送门在自动校斩时，捕捉到了一个极微弱的回波，这回波的方位根本不在当前已知的3界坐标里。又是一个跟旧星际残骸一模一样的编码。秦昊，给我做全序列比对，把他的老底给我彻底挖出来。陆哥，查到了，这回波的源头根本不在咱们已知的3界坐标里，它的发射方向指向了引力场约束模型上一个从来没被标注过的，一个连咱们传送门都没登记过的未知位面。你们国家的电网快撑不住了吧？想要维持城市最低运转的基础00媚额，可以。全球汉语标准协议从今天起，全球所有国际组织的官方文件必须用汉语。第2份，把你们国家剩余的核心稀有矿产
还有最尖端实验室的控制权，全部移交大夏昆仑项目组。陆先生，这简直是直接剥夺了我们的主权啊！门在那边，不签，明天你们的灵能额度直接归零，全部给我回到之前。陆先生，全部西方经济体都签了。地球文明从现在起正式进入多维时代，所有跨界技术和生命分配规则的制定权归大夏。完了，全完了！那是我的侄子，那是我们老陆家的人呐！小泽啊，你看，奶奶说的那株小野花真的开了。是啊，开得很漂亮。陆先生，大夏向更高维度位面探索计划书，附件里是第4降舰的坐标参数。